嗨，大家好，这一支影片要介绍的是切片制造。那主要想介绍的是 Contour 跟后面 Orient 平面的这个功能，所以在前面做造型的部分会稍微快速的带过。我们就开始吧。好，那一开始的造型柱和上一支案例有一点雷同，只是这一次是先用圆。那我们在这边先输入 circle， 然后在半径这边我们先给20。那我一样需要它搭配 series， 然后往 Z 轴移动，在这边都先接起来。然后 series 这边的话呢，我们先给它间距是5好了，然后 count 这边我们给40。好，这样子的话就做好。然后我接下来想要它搭配 Graph Mapper 来做有大有小的缩放。那这一次的话，我的 Graph Mapper 我前后就先不用 Remap Number 来做搭配，我们直接用输入的方式。那我想选择的 Graph Type， 我们这边输入 Sign。那我想要针对这一些数字来做 Graph Mapper。那这个数字的话，它的最大值到最小值是0到195。那我就在 X 这边，我就是0到195输入。那我最后起始值缩放完后的起始值，我想要是 0.5 到1的范围来做 Scale。好 ，Scale。那我们一样需要给它一个中心点接进来，针对这个做。然后我们的 Factor 是这里。那这么一来呢，这边的话就是已经缩放成 0.5 到1范围的数值了。那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图形。好，我希望它是有一点这种腰身的感觉。好，那我们 scale 完之后呢，我想要针对这些线段，我们来做分点。我们用这个 divide curve， 然后在 N 这边，我先用 slider 的方法先输入一个15。好，那接着呢，我想要随机的移动这些点，让它往外面的法线方向移动。那我们如果要移动的话，我们可以利用一开始在这个 tangent 这边，它其实就已经有显示这一个点在这个线上面它的切线方向。我们只要将这个切线方向转90度，就可以变成是往外的方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向量来做旋转。我们可以到 Vector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Rotate。这个 Rotate 的话是针对向量的旋转。那我们要旋转的是这一个 Tangent 的向量，旋转的轴心 Axis 是 Z 轴，直接把它接进来。那我们要旋转的角度是90度。我们在 Angle 这边一样按右键选择 Degrees。好，就可以来看一下它旋转完之后的角度。那可以看到它这边变成是往内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旋转的是负90度。好，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往外旋转的。那接着呢，我想要将这些往外的向量变成是有大有小的随机的向量。那我们如果要创造随机的话，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random， 然后一样我们搭配一个 move 给它，我想要将这些点用随机的移动。那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单位向量，让它来搭配这个 random， 再来把它送进这个 t 这边。好，那现在在 random 这边，它是只有随机产生一个数字。我现在想要的是，我们针对这些每个点，都让它是随机的移动。那我们在 range 这边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大一点的范围，比如是0到5好了。好，然后在 n 就是我们要产生几个数字的话，这个会跟我们前面分割几个点，就会有几个数字有关系。好，这边直接把它送进来。那在 set 这里，它目前只有2，所以它后面这边产生出来的也会只是根据编号2乱数表规则所出来的这个随机的数字，所以它也是一个 list 的状态。那我现在希望呢，它是可以，比如说在这一层它是一个乱数，这一层又是一个乱数，所以我们会需要在 set 这边给它的是一个序列的数字。那这边我们一样可以用 series。那在 series 的这个 count 这边就会跟我们前面这边一开始所产生的这个 count 会是一样的。我在这边直接给它送进来。好，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呢，就做好了随机的数值。然后可以看一下它在后面这边，它就是总共有40个资料夹。
然后每一个资料夹底下呢都是不同的乱数的数字。好，那这么一来就会每一层都是随机的乱数移动。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些移动后的点把它串起来，我们用 polyline， 然后是折线的这个。好，先隐藏。然后我们可以在 closed 这边，我们按右键选择 invert， 把它从原先的 false 转换为 true。那这么一来呢，我们就画好这个折线了。接着呢，我们可以用 loft 把它全部集结起来。那目前的话是 tree， 我们可以按右键选择 flatten， 让它变成是整体的一个 list 的结构。那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做好了一个造型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针对这个造型柱来做 contour。那 contour 的案例我们在前面也有介绍过，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参考。我们可以到 intersect 标签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contour。好，我们要切的形状呢是这个。那我们起始点它预设是0，我们就直接采用。N 的话是往 Z 这样子切，我们也直接沿用。那在 distance 这边，我们给它输入的是5。留意一下，我们这边输入的这个数值呢，需要跟前面这边一开始这个 step 的数值是一样的。好，那切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取得这个封闭的线段。我们可以将它做挤出，我们到 Surface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 Extrude。那在方向这边呢，我是想要沿着 Z 轴做挤出，我们就到 Vector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 Z。那我要挤出的单位一样是5个单位。好，我就把前面这边都先隐藏。那目前的话，这个是只针对线段做挤出。我如果想要它是一个面，想要用面来做挤出的话，我们可以在前面的 Contour 这边，我们再给它加一个 Boundary Surface， 让它是一个封闭的面。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封闭的面来做挤出。好，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一个体了。好，那假设目前这个造型柱呢，就是我接下来想要用雷射切割切出来的造型。那用的就是每层5mm的板。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将这每一层的轮廓线放到 XY 平面，也就是 Z 等于0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出成线稿，让机器去切。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Orient 这个指令，可以到 Transform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Orient。Orient 的话就是 Geometry from A to B， 从 A 点到 B 点。那它在这边的这个 A 跟 B， 注意它都是使用平面的参考资料，因为我们的物件它可能会旋转嘛。好，那我们的 Geometry 呢是这个。那我们的 A 点的话呢，就可以先从前面这边，我们在做这个缩放的时候，每一个圆的这个中心点，留意一下，它在 Top 视角的时候，它是全部都重叠在一起的，表示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点来做我们的轴心，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中心点。那我们刚刚在 Orient 的时候，这个 Geometry 它是 Tree 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边按一下右键，将它做 Flatten， 让它变成是全部在同一个资料夹底下。那我们就可以将前面这个 List 状态的中心点，我们就把它送到后面来。好 ，Geometry from A to B。那它现在这个 B 的位置都是在世界的原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创造很多个 B 的这个参考点，让它是可以每一层这样放过来的。好，那我们就可以到 Vector 标签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Square。那我们的这个每一格的网格大小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是我先画个60×60好了。好，那我们就在这个 size 这边，我们输入60，然后在 x 跟 y 的数量这边，我们留意让它是跟前面 contour 这每一层的数量尽量是一样的。那这边总共有40个，所以我在 x 跟 y 这边我就让它是4×10，这样乘起来刚好就是40。好了之后呢，我们一样就可以使用这每一个网格的中心点来作为我们新的目标的参考点。那我们如果要取得中心点的话，就到 Surface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Area。
好，那在后面这个中心点，它目前呢也是有资料结构的状态，我们一样可以先在 B 这边做 flatten， 然后再把这个中心点送进来。那这么一来呢，它就每一层呢都被放到对应的位置了。那我们前面这边可以使用点直接来做平面的原因，是因为目前我这个都是以 XY 平面为基准的。如果我们直接将点送到需要平面参考的这个参数里面的话，它默认都是会以 XY 平面的这个方向来当做它的参考面。也就是说，前面这个点，它其实会是像这样子，每一层都是 XY 的参考面。好，那我们回到这里，做完 Orient 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所对应的编号。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柱上的编号，我们可以到 Display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Text Tag。那我们的位置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一样前面这个每一片板的中心点来当做我们要显示编号的位置，把它送过来。然后在 Text 这边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Series。然后编号的话，因为这边预设是0嘛，我们可以让它是从1开始命名的编号，然后每次呢都是加1。那在 count 这边，我们总共有几个？我们总共有40笔资料，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list length。好，我稍微移动一下。我们的这个 list length 呢，可以从前面这个 contour 的来做参考。那它目前这边是 tree， 所以我们在这边需要按右键选择 flatten， 让它全部是在同一层底下，这样它才能知道说全部总共有几笔资料。这样这边的话就会显示是40笔，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送到这个 count 这边。这么一来，它就会产生1到40，总共40个数字。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显示的编号，那可以看到它在这边就已经有显示了。好，那接着呢，也要让这个 Orient 后的平面，我们上面也需要做编号，不然这样切完之后会不知道哪片是哪片。虽然呢，我们一样可以使用这个 Text Tag 来看它上面对应的序号，可是这个 Text Tag 它在 back 回 Rhino 的时候，它会是这种 tag 的形式，它没有办法直接变成是线或者是文字。那我们如果想要它 back 回 Rhino 是文字的形式的话，我们可以到这边选择这个 Text Tag 3D。好，那我们要显示的 location 呢，就是这每一个的中心点，我把它送进来。那一样在前面这边，它目前是 tree， 所以我在这边一样需要按右键选择 flatten。然后我们要显示的这个文字呢 ，text 跟这边的会是一样的。直接把它送进来。我这边先隐藏这个中心点的位置，然后它目前的这个字其实已经有了，只是它很小。那我们就到 size 这边，我给它输入5好了。好，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大。然后在这个调整中心的位置啊，它目前是有点在右边做对齐的。我想要它是在正中心的位置，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调整这边，我们按右键，这边就有一些不同的对齐位置可以选择。那我们在这边就选择 middle center， 这么一来它就会是在中心的位置。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把它 back 回 Rhino 的时候，它就会是文字。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把这个文字炸开，这样子的话就会取得到它的线段了。好，虽然现在这样已经可以送雷切了，但是呢，我们这样切完的时候，我们在拿那个板子的时候会旋转，所以我会没有办法回头去定位到说它其实应该要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是哪一个位置，所以我们接下来会需要在这每一个板子，我们要做一个定位键给它，那这么一来也会方便我们在自己在安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基准。好。那假设我现在的这个定位键，我想要它是，比如说像是这样，然后它是一个棒子，这样会贯穿到底的。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先有一个棒子，然后一层一层的这样把它套到对应的位置。那接着呢，我会需要在这每一个位置上面，我们都先给它做一个方块，因为假设我现在想要画的是方块的木棒，然后只有一个。那接着呢，我们可以将这每一个点
偏移同一个位置之后，再画上方块。那我们如果要偏移它的话，可以到 Transform 标签选择这个 Move， 然后我想要将这每一个移动，假设3x 方向3 y 方向3，然后 z 是0，就是让它移动一个3 3的位置，这样它就会从这边移动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每一个点上面都画一个方框，我们就要到 Curve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 Rectangle。好，我把它送进来，然后在 XY 这边木棒的话，假设是一个3×3大小好了，应该可以。好，这么一来呢，就会看到这边就画好一个木块了。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木块，我们同样的把它跟这个轮廓线，我们一起将它做 orient。这么一来呢，可以确保说，它都是在同样相对位置的这个基准。那我们如果要把这两个合并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到 Set 标签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Merge。那我们先选择这个木块好了，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 Contour 的轮廓线。那可以看到它这边目前是 Tree， 然后这边是 List。我现在想要的是它在同一个高度这样子是一组，同一个高度这样子是一组，所以呢，我需要维持的是它目前 Tree 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在 Data 1这边，我们按右键选择 Graft， 让它前面这边的这每一个方块一样是个别在不同资料夹的状况，这么一来就可以跟我们下面这每一个资料夹去做配对。那留意一下，它目前的资料夹名称有2层的，也有3层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边按右键选择 Simplify， 让它的这个名称是比较简洁一点的。这么一来呢，就可以把编号0资料夹跟编号0资料夹的，它就会配对在一起，就会变成像是后面这样。好，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编号不同资料夹，可以看到它这样目前的话呢，就都是配对在一起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做 Orient。那在 Orient 之前，它目前我们所配对的资料都是 List 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已经把它做完2个，这样子是一个资料夹了。所以目前呢，我们如果在这边直接按右键把它 Flatten 的话，它会变成是80笔资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想要动到它本来每一个都是资料夹的状态，那同时呢，又希望它可以跟像后面这边的 list 去做配对的话，我们可以将这每一个资料夹让它变成是一个群组，就是让它做 group。那我们如果要做 group 的话，可以到 Transform 这边选择这个 group 群组。好，我把它送进来。那这么一来呢，它就会变成是这样子是一个群组，这样子是一个群组。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按右键选择 Flatten， 它就会变成是40笔资料，然后它每一个资料里面它是一个群组，然后这个群组里面是有2笔资料的，就是这个轮廓线跟我们这个定位的方块。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送到这个原本的 Orient 这边。好，那这样子就会看到它就连同轮廓线跟定位的位置都一起被放到对应的位置了。这么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那如果觉得这个字跟方块很近，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字稍微调的小一点。然后我们在切这个方块的时候，假设我是真的要用一个3×3的木棒来当做我的基准，那如果我雷切直接这样切出来，它其实会非常的卡，所以我们应该会在后面这边让这个定位的孔洞会让它稍微的大一点。那如果我们要直接针对后面这边的线段再去做编辑的话，留意一下，我目前这边我们刚刚是先把它变成群组再做 orient， 所以我后面这边的 geometry 它一样会是在群组的状态，所以我们有 group， 我们也会需要把它做 ungroup， 解除群组。好，这么一来呢，它就会恢复到原先是一个资料夹底下有2笔档案这样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我现在如果想要只将它的这个方块选取出来，我们来做 offset 的话，
我们可以到 Set 标签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List Item。好，我们把它送进来。那我们刚刚编号 Data One， 它就会在编号0的这个位置，因为它的顺序是不会做更改的。所以我现在如果只选择 List Item 编号0的话，就会都只选择到方块的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方块，我们再来做 Offset。那假设我们这边就可以让它是往外 offset 0.5个单位，这么一来在切的时候，它中间的那个容许的这个范围就会稍微再大一点。那你如果想要它切出来的形状会更贴近原本我们这个 loft 的样子的话，你也可以让前面切 contour 的这个间距把它调整的小一点，让它是更密一点的状态。只需要留意我们把它变成密一点之后，它的数量跟这个方块还有前面我们最一开始跟 Move Series 的数量是可以吻合的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这每一层呢，它其实是平面图，是比较大的建筑尺度，那就是把它改成是像这样子连同柱网一起 orient 的形式，就可以当做是建筑的平面图来做参考。然后最后，假设你真的要送雷切的话，这些线段我们 back 回 Rhino 之后，它的这个编号，我们一样可以更改它的字型，可能把它改成是比较适合送雷切或 CNC 的字型。这么一来，在切编号的时候也会比较有效率。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一开始呢，我们先使用了 Circle， 搭配了 Series 跟 Move 来做一系列往 Z 的移动。那接着呢，使用了 Scale 搭配 Graph Mapper 来做有大有小的缩放。那接着呢，将每一层的线段分割完点之后，将这些点的 Tangent 方向，利用旋转向量的这颗电池来将它变成是往外的方向。我们取得往外的方向之后，我们再使用 Random 搭配 Move 来将这些点位做往外随机的移动，来产生比较特别的造型。那我们取得每一层的 Polyline 之后，将它 Loft 起来，形成一个完整连续的面。那接着呢，我们将这个面去做 Contour 切片。切片完之后，我们取得这每一层的轮廓线，我们将这每一层的轮廓线使用 Orient 电池，将它放到每一个 XY 平面对应的位置。那接着呢，也介绍了 Display 里面2种显示 Text 的电池。那最后呢，我们加上了方块的这个定位，并且将它使用 Group 变成是 List 的形式，来跟原先的参考点以及目标点做 List 上面的配对。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那想大力支持我的你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